睇睇日本300幾年最旺盛嘅紅燈區吉原，位置離老幼咸宜嘅淺草只有步行15分鐘嘅距離。呢一棵柳樹係呢個紅燈區嘅代表，名為 Mikaeri Yanagi， 意思即係回望柳。同心儀嘅姑娘喺床上面共度最快活嘅時光，道別離開翻屋企嗰陣時，越過守衛森嚴嘅吉原大門之後，都不禁喺呢一棵柳樹旁邊回望，懷念有如身處仙境嘅光陰。喺全盛期，有達6000名姑娘獻出肉身，為血氣方剛嘅真男士體貼服務。由天下太平嘅江戶時代，直到而家都係情欲特區。最新日本今集係浮世論系列，以昔日政府認許紅燈區吉原遊國為主題，不論以女性嘅春色嚟做交易係唔係低俗，以歷史同埋文化角度嚟講講禁忌嘅吉原皇室事業喺古代點樣形成，甚至獲得當權者認可，可以選址喺首都東京，將焦點放喺通緝犯聚集、女性人口買賣、人權同埋勞動環境、古代城市規劃種種切身嘅社會問題上，剔除所有色情嘅成分。有關喺吉原工作嘅女性，當時日本稱為遊女，會喺下一集再詳細介紹。上集嘅主角為吉原遊國呢個地方，歷史由1612年開始，而經過明治維新、關東大地震、太平洋戰爭，直到今日，皇室事業並冇熄滅，改變形式，延續昔日嘅光輝。喺進入第一章之前，先介紹一下吉原嘅最高消費金額。喺19世紀初為1兩1分，即係而家嘅125000日元，而去到2020年代係8萬日元，同享用一餐江戶前壽司omakase嘅價錢相差唔大。食慾性慾不分高低。如果有睇過有關吉原嘅影片或者書籍，相信好大機會會睇過一個場面，獻上肉體俾客人而換取金錢嘅姑娘，簡單嚟講就係妓女。日本古時會稱為遊女。幾位坐喺木造嘅圍欄裏邊，而圍欄外垂涎3尺嘅男士們物色心儀嘅小姑娘遊女。呢一個就係吉原遊國嘅營業形式。呢一個場面除咗係一單交易之外，亦都係一種文化。成人事業係一盤無止境嘅事業，人類要滿足基本嘅慾望，難免要以法律作規管，有時仲要準備灰色地帶。東京淺草附近嘅吉原，300幾年前得到當時執政嘅幕府認可，聚集咗多間妓院。1868年明治元年，由封建政府接手管理吉原嘅東京地方政府，當年由吉原遊國徵收到嘅稅金佔整個東京嘅12%，可見皇室事業收入極為可觀。亦了解150年之前日本嘅皇室事業係有幾昌盛。不過而家嘅吉原已經冇當日嘅燦爛，變為一個表面上平平無奇嘅地方。喺呢一章會講解一下點解江戶會有一個政府認可嘅紅燈區，當時稱為遊國。人氣動漫《鬼滅之刃遊國篇》裏邊嘅遊國就係呢一段影片主題嘅吉原遊國。呢一個地方喺1618年11月開始營業，到而家已經有超過400年歷史。當時係江戶時代，由德川家康將軍以江戶為根據地而打開序幕，人同埋貨物都開始集中於江戶。遊國同埋花街喺京都、靜岡、大阪等地已經存在。京都嘅島原係日本最初獲公認嘅遊國，於1589年開始營業，由豐臣秀吉認可。而家只係剩低2間相關設施仲有營業。而遊女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0世紀，古籍《和名類聚鈔》裏邊可以揾到描述，喺當時妓女已經係一種職業。而室町時代嘅16世紀，政府設立部門傾城局嚟管理遊女，給予營業權同埋收取稅金。傾城即係遊女嘅另一種稱呼，大概可以估計當時要同遊女耍樂要用幾多金錢。江戶因為將軍坐鎮而成為日本嘅中心，大量男性湧到去江戶揾工作。
而京都等地經營遊女屋嘅老闆睇準機會，將事業擴充到江戶，創出一個新天地。講述吉原嘅二本洞房語言裏邊，介紹咗而家嘅神田、京橋、曲町一帶已經有大大小小嘅傾城屋。喺1605年，因為遊女過多，而幕府採取措施，將100幾個遊女趕去箱根以西，可見當時嘅盛況。而神田曾經係遊女嘅活躍地區，實在唔難想象，而家成為男士釋放能量嘅聖地。嚟到1612年，江戶幕府成立差唔多10年，傾城屋老闆莊司甚奈成為代表，向政府提出希望好似其他地方咁樣可以設立遊女特區。莊司甚奈係小田原北條家嘅武士，15歲嗰陣時父親過身之後，放棄武士嘅身份而去到江戶開傾城屋。佢以3個理由嚟說服幕府：一、唔准許客人留超過1日，防止因為消費過多而引致犯罪；二、唔准許拐帶民女或者向貧困家庭收養女孩嚟做遊女；三、如果發現通緝犯或者可疑人物就會舉報。不過幕府冇即時答應，要等到討伐豐臣秀吉殘黨之後嘅1617年先至答應，並且準備咗地方，唔係而家淺草附近嘅吉原，而係而家日本橋人形町一帶。當時係一片濕地，四周無人，設立遊女特區最合適。順道介紹一下當時嘅遊女，服飾比較豪華，彈住樂器，唔係齋賣身，而係有啲學識同埋才華。嚟到日本橋人形町嘅遊國一帶，路牌寫住大門通，即係代表呢一度係貫通遊國中心嘅通道。而家已經冇留低當時遊國嘅痕跡，原因係營業近40年就搬到去淺草附近。而當時遊國嘅佈局係點樣，由而家嘅景色已經揾唔到線索，就要去找尋古籍嚟做參考。講到吉原就一定要睇洞房語言。第51頁可以揾到地圖，頭先鏡頭嘅位置應該係大門嘅附近，途中打橫嘅大路就係而家嘅大門通。當時呢一條大路名為仲之町，道路左右兩邊就係一間又一間嘅茶屋同埋遊女屋。地圖裏邊寫住原吉原仲之町，原吉原即係本來嘅吉原。呢本書喺吉原搬到去淺草附近之後先至編寫。要分辨搬遷前後嘅兩個吉原，日本橋人形町就稱為原吉原，而淺草附近嘅就稱為新吉原。一提及吉原，當然要睇一睇大門。大門係重要嘅設施，因為要防止遊女逃走，而逃走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遇上咗牛郎。睇睇另一本古籍《吉原戀之道引》，其中一頁畫咗大門同埋遊國內部嘅一小部分。呢一幅圖裏邊，大門冇乜嘢守衛，自由出入。一入到大門之後，就可以揾到遊女。畫上方嘅遊女正向客人泡茶，男士們都帶刀，即係代表佢哋唔係農夫，亦都唔係一般平民，而係武士，甚至係大名，比較富裕，將多餘嘅財富都奉獻俾呢度嘅遊女同埋傾城屋嘅老闆。其中一位仁兄戴住草帽，並唔係為咗儀容，而係唔想俾其他人見到佢嘅樣。呢一本《吉原戀之道引》簡直係完全版攻略，全方位介紹點樣去聖地吉原，例如由市中心去吉原嘅路程。畫裏邊可以睇到，又要搭船，又要穿越農地，有啲會騎馬，有啲又會坐轎。江戶時代市中心喺江戶城嘅一帶，即係而家嘅皇居、日比谷同埋大手町附近。日本橋嘅人形町雖然離開江戶城唔遠，搭地鐵只有3-4個站，但江戶初期整個江戶仍然未有開發，到處都係荒地同埋濕地。當時幕府選址於人形町為遊國，就係因為遠離人煙，唔怕影響到治安同埋附近嘅民居生活，況且根本附近冇人居住，而可以負擔同遊女灑落費用嘅，都係武士等等嘅富裕階層。
吉原日文稱為 Yoshiwara， 呢一個地名嘅由來就係嚟自呢個地方長滿咗蘆葦，喺建設嗰陣時都被割除同埋清理好。最初嘅地名稱為家園，即係蘆葦園，日文稱為 Yoshiwara。咁點解要改名為吉原呢？之前有介紹過，江戶人着重意頭，家字同埋吉字喺日文裏邊係同樣嘅發音，所以就改成為吉原。江戶唯一認許呢個遊國建設，提出咗5個條件：一係遊女只可以喺吉原裏邊活動，唔可以派遣外出；二係客人唔可以喺遊女屋裏邊度過超過1日；三係遊女嘅衣服唔可以過分奢華；四係遊女屋本身要保持樸素；五就係如果有可疑人物就要舉報。可見幕府知道遊國會影響治安。至於之前1612年壯士岑奈提出嘅不准許拐帶民女或者向貧窮家庭收養女孩嚟做遊女，睇嚟幕府並冇乜興趣。再睇一睇地圖，近大門嘅位置係江戶町一丁目同埋二丁目，壯士岑奈嘅遊女屋就係喺一丁目。一丁目裏邊仲有本來係曲町營業嘅遊女屋，而二丁目就係來自神田。京町就聚集咗嚟自京都嘅遊女屋，而角町就係嚟自京橋角町。每個地方名都有佢嘅意思。再睇一睇吉原暖之道引嘅介紹，睇到遊國裏邊嘅著名場面，遊女都坐喺室內，與屋外面相隔咗木造嘅圍欄，外面企滿晒客人。呢一間遊女屋裏邊有7位遊女可供選擇，你又睇中咗邊一位呢？其實呢一個場面正正就係常見嘅無料按內所，只不過係真人嘅女性換咗做相。原吉原營業咗唔夠40年，就俾幕府下令搬遷，究竟發生咗咩事？睇睇新吉原嘅景色，江戶高明會庭進裏邊描寫咗新吉原伊文版日本題。諗翻起影片最初嘅畫面，回望柳石碑就係刻上咗新吉原伊文版。圖畫裏邊左上方高一高嘅柳樹就係著名嘅回望柳。不過圖畫裏邊嘅柳樹同而家嘅唔係同一棵柳樹，經過多次火災同埋地震，仲有戰爭，原本嘅柳樹已經消失於世上。回望柳係模仿京都島原遊國嘅出口柳，柳樹旁邊嘅2塊高木板係說明遊國裏邊嘅禁止事項，仲有政府嘅告示，經過嘅途人每一個都會睇到。仲有伊文版呢一個名稱係嚟自客人將會同遊女見面，整理好衣裝，為咗俾遊女一個好印象，展現男兒氣概。要解答點解吉原要搬遷？呢幅圖裏邊隱藏咗答案。睇睇上方木嘅圍牆出邊，遠處有民家，與民家相隔嘅係一大片濕原，即係代表遊國與市中心同埋民家隔絕。原吉原開始營業咗30幾年，四周圍已經漸漸發展，仲開始興建咗民家。為咗保持風紀，幕府於明曆2年，即係1656年下令要搬遷，提供咗2個候選地，一係本所，即係而家嘅兩國；另一個地方就係日本堤，即係淺草附近。跟住要睇一睇乜嘢係日本堤。睇睇而家嘅地圖，新吉原旁邊係御田村，為咗防止河水泛濫，就要興建堤壩。堤壩嘅名稱就係日本堤。而家嘅地圖，吉原同埋河流有一段距離。再睇睇19世紀嘅地圖，金戶基倫淺草繪圖，中央呈4方形嘅就係吉原，而左下方就係淺草寺。吉原右手邊有人工河，河流旁邊粗黃線就係日本堤。而家河流已經遭填平，成為回望柳旁邊嘅道路，名為土手通。土手即係堤壩填高咗嘅地方。各遊女屋嘅老闆如果選擇咗本所，咁樣而家兩國一帶就係紅燈區，小泉與兵衛未必可以發揚江戶前壽司，相撲亦都未必會喺兩國度舉辦。冇選擇本所最大嘅原因
就係因為同江戶城相隔咗一條御田村。當時御田村並冇橋，要過對岸就要搭船，而兩國橋正係因為明曆大火而建，建橋年份係1659年，係新吉元開始營業之後嘅2年。而且對岸人跡罕見，要揾客人非常之困難，所以喺冇選擇嘅情況之下，就搬到去淺草附近嘅千束村。雖然係政府逼遷，不過政府都有提供5種補償：一、新用地係舊嘅1.5倍；二、以往只可以日間營業，搬遷之後喺夜晚都可以營業；三、提供咗15000兩嘅搬遷費；四、掃蕩咗200幾間浴場；五、免除咗幫助附近地方滅火嘅職務。火災係江戶嘅日常事，免除滅火職務，即係可以專心營業。再睇多一次呢幅圖，向左右兩方伸展嘅係日本堤，近鏡頭嘅路係伊文坂同埋50間通，沿住50間通通向大門方向行，50間係距離大概係90米。古代兩邊都開滿咗茶屋，呢一條路當初已經係呈 S 型嘅彎路，用意係避免經過日本堤嘅一般平民睇到打開咗大門嘅油鍋。睇到而家嘅50間通真係有啲傷感，已完全失去昔日嘅氣氛，變為一條普通嘅馬路。當路變得直嗰陣時，即係代表前面就係吉原大門。當然而家嘅大門已經失去咗蹤影，只係留低一支比較特別嘅街燈柱，寫住吉原大門。就算通過咗大門，亦都係普通嘅景色，基本上係唔會察覺呢一度係昔日住咗1萬人嘅皇室事業基地。不過其實呢一帶仲開滿咗色情嘅鋪頭，稍後再睇一睇。大門而家已經消失，不過可以透過古畫嚟睇睇古時嘅模樣。浮世繪師歌川廣重嘅《國中東雲》1857年嘅作品，描寫咗差唔多天光嗰陣時人們離開回家嘅景色。大門極之樸素，冇乜裝飾，亦都冇油上鮮豔嘅顏色。另一幅新吉原之圖裏邊，1770年代嘅作品，大門嘅外形同埋頭先嘅好唔同，睇到逼滿晒客人、工作人員同埋遊女。大門喺夜晚10點就會關上，要進出嘅話就要靠左手邊嘅小門。當然大門有守衛把守，男性可以自由進出，但女性嘅話就要有通行證先至可以離開遊國。睇睇舊地圖，大門嘅左手邊有警更，負責睇住有冇可疑人物或者通緝犯，而右邊嘅有4郎兵衛會所，負責看守，唔俾遊女偷走。如果遊女要偷走嘅話，就要假扮男裝渾水摸魚。不過都好難瞞過4郎兵衛嘅雙眼。到咗20世紀前後嘅明治時代，大門嘅外觀已經作咗大改變，唔係木造，仲有曲線嘅設計。進出遊國只有大門呢一條路，四周圍都有圍牆圍住，遊女以一個人之力根本冇辦法爬過，一闖外面嘅世界。睇睇吉原嘅地圖，長方形遊國嘅外圍黑色粗線就係圍牆。不過呢一張地圖裏邊冇描寫圍牆外面仲有一條人工河嚟防止遊女偷走，作雙重保障。可以推測遊女想偷走嘅衝動，仲有傾城屋唔想遊女偷走嘅決心。睇睇一立齋廣重畫嘅感畫，新吉原五丁丁離生花盛傳圖。畫嘅左手邊係入口，可以睇到大門，同埋左手邊有一道小門。大路都開滿咗櫻花，氣氛浪漫。不過櫻花唔係種植嘅，而係配合開花時期而暫時擺放喺種枝丁嚟作裝飾，吸引男士嚟呢度賞花同埋賞月。將視線放喺右下方，可以揾到圍牆之外，仲可以睇到圍牆下面有石垣，外圍仲有一條人工河，名為おはぐろどぶ，中文係刺客渠。刺客係日本一種文化，直至到100幾年之前。女性喺結婚之後會將牙油黑作為化妝，喺外表上同未婚女性有明顯分別。而遊女喺吉原裏邊係唔會結婚，同客人喺床上面共度初宵之後就會遊上刺客，
刺客渠本身係一條人工河，各個傾城屋同遊女游上咗刺客之後，將剩低落嚟嘅掩牙液倒喺水渠裏邊，時間耐咗就成為咗刺客渠。基本上女性去到遊國裏邊工作，絕大部分都係賣身去傾城屋，老闆出高價將少女買翻嚟，就要去賺錢賺到盡，唔會輕易俾遊女離開，直至遊女嘅商品價值下降，收入蓋唔過成本，就會捨棄佢哋，俾佢哋自由，唔會再對佢哋嘅人生有任何興趣。作為青春少女，成日困喺遊國同埋傾城屋裏邊，對外界抱有好奇之外，有時亦都對為自己花盡金錢嘅客人動心。客人要為遊女贖身，要花上大量金錢，成世嘅積蓄都可能唔夠。睇睇《大屋于蝶三世談》裏邊嘅一幅插圖，描寫咗遊女正喺偷走嘅場面。遊女攀過高牆，而牆外邊已經有3位男士接應，2位接住攀過高牆嘅遊女。圖中嘅刺客渠比實際窄，本來係有9米闊，而圖裏邊睇嚟只有1米幾。如果好似圖畫裏邊嘅闊度，就可以輕易跳過逃走，完全起唔到作用。接應小隊已經喺刺客渠上面放咗木板作為小橋，幫助遊女可以急急腳咁樣去到已經等候緊嘅小橋。成功逃走嘅例子絕無僅有，多數都會遭發現，遊女受刑，甚至會失去性命。刺客渠而家已經遭填平，而頭先睇到嘅高牆下面嘅石垣，喺今日可以揾到推斷嘅位置。呢一條樓梯旁邊嘅石垣就係估計係圖裏邊嘅石垣，只係剩低一小部分。睇睇呢一度嘅地形，兩邊有1米左右嘅高低差，有少少古怪。如果話呢一度係昔日嘅刺客渠，都冇乜唔自然嘅地方。呢一個推斷地點接近大門。再深入邊行一小段路，就會揾到吉原公園，可以更加清楚咁樣睇到地形上嘅高低差。吉原遊國裏邊，遊國呢一個字，亦都講明咗佢嘅構造。國本身係嚟形容城國，城國都有護城河嚟防止外敵，而吉原遊國有刺客渠，佈局就係似城國，所以就取名為遊國。當時嘅傾城屋而家已經唔見蹤影。揾到明治時代嘅一幅相，兩邊嘅建築物外觀非常之豪華，掛滿晒燈籠，同細個嗰陣時睇古裝劇裏邊嘅妓院有少少相似。書裏邊嘅文章細緻咁樣描寫咗當時嘅盛況。吉原遊國作為一個小城市，國內繁盛，有京町、楊屋町、角町、江戶町、伏見町、仲之町，大小妓院100多間。娼妓4000多人，電燈照亮屋內外，夜晚猶如白晝。4月嘅夜鶯，8月嘅燈籠尤其光亮。當時其中一間高級遊女屋國海路樓，明治時代嘅地圖裏邊喺京町一丁目就揾到國海路樓嘅名字，同其他遊女屋嘅面積作比較，就可以知道國海路樓嘅規模。古時嘅錦畫裏邊描寫咗國海路樓裏邊嘅遊女。而左右2個細路女係見習，喺下集嗰陣時會作介紹。而家嘅國海路已經不如當時，不過本店仍然鎮守喺吉原裏邊，而全國各地嘅紅燈區均可以揾到國海路嘅名字。店鋪嘅外圍擺滿咗聘請女郎嘅招牌，一日有男性嘅存在，黃色事業唔會根絕。青樓繪抄年中行事裏邊嘅插圖。呢一個係客人隔住木欄物色心儀姑娘嘅場面，呢一個場面稱為張見世。張可以理解為鋪張，而見世即係淺草寺前面嘅仲見世商店街裏邊嘅見世。見世嘅意思即係俾人睇，亦都可以解釋為店鋪，因為店鋪就係將商品陳列俾客人睇，而張見世即係將遊女排出嚟俾客人睇，同而家嘅無料案內所原理完全相同。幾百年嚟，原理冇乜改變，只係形式上有唔同。圖裏邊嘅木欄有少少古怪，
右上角冇木蘭，呢一度唔係馬夫冇蜜蜂，而係油國裏邊嘅文化。右上角嘅1/4木蘭冇封上，係中級遊女屋嘅做法。全部封上冇空間嘅係高級遊女屋，而上半部分冇封上嘅就係小型遊女屋。有幾多部分遭阻擋，直接影響心情。越多阻擋，越有神秘感，心情越高漲。欲火焚燒，男士們雙手將金錢奉上。再睇睇新吉園五丁丁尼生花聖全圖，右手邊近盡頭嘅位置有一個大石燈籠，呢一個係拜祭秋葉權彥嘅常明燈。秋葉權彥係防火之神。秋葉原裏邊嘅秋葉就係嚟自秋葉權彥。江戶時代經常發生火災，吉園由日本橋搬到去淺草千束村就係1657年，呢一年嘅年頭就發生咗明曆大火災，將大半個江戶都燒焦咗。但係1676年至到1866年嘅190年裏邊，吉園遊國發生咗22次大火警，而遭完全燒毀。記住，已經冇將小火警計算喺裏邊。新吉園町消失繪圖記載咗明治4年火警嘅規模，紅色嘅地方就係遭燒焦咗。而之前提及吉園可以免除救火嘅義務，所以就算吉園大火，附近嘅居民都唔會踴躍出手救火，互不瓜葛。因為江戶經常發生火災，為建設工人創造咗大量就業機會同埋工作，促進咗經濟，間接亦令遊國進一步繁榮，欲火生生不息。踏入明治時代，遊國文化走到去轉捩點。喺西方國家嘅角度嚟睇，遊女簡直就係好似奴隸。日本受盡西方國家指責，只好解決遊女嘅人權問題。於1872年頒發咗《藝娼妓解放令》，禁止遊女嘅人身買賣。當時嘅遊女同埋遊女屋嘅債務亦一筆勾銷。吉園嘅遊女屋189間決定結業，3448名遊女獲解放。不過世事冇咁美好，遊女獲解放並唔係代表佢哋可以重獲自由，可以過自己追求嘅生活。政府將遊女屋改為出租房間，並且發牌給予營業權。遊女以自己嘅意願租借出租房間嚟營業，即係法律上同埋表面上係解放，實際上冇任何改變。遊女處於不利嘅立場，受到遊女屋嘅老闆控制，而政府避免打亂風紀，將紅燈區局限喺吉園、品川、新宿、板橋、千住呢5個地方。黃色事業重燃欲火。藝娼妓解放令實施咗超過50年，進入大正時代嘅1926年，即係鬼滅之刃嘅年代。吉園裏邊嘅出租房間有2294個，遊女有2057個。時代到咗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敗戰，盟軍進駐，政府為咗避免平民女性遭進駐盟軍強暴，急急忙忙咁樣設立咗特殊慰安設施協會 RAA， 總部就係設立喺銀座嘅歌舞伎座，以東京為中心，於全國設立慰安所。美軍留低咗一幅慰安所嘅圖片，正中央可以揾到寫住 Welcome Yasura House 嘅門牌。呢一度係安浦，位置於橫須賀美軍基地附近。為咗應付大概10萬個盟軍軍人嘅欲火，又喺報紙每日新聞1945年9月4號刊登咗廣告，聘請特別女子從業員，包衣食住，仲有高人工。吉園唔係屬於 RAA 裏邊嘅慰安所，但係都作為紅燈區提供服務。服務美軍嘅女士收到各種美國貨品，就拎去亞美橫丁出售。各個地方嘅歷史串聯埋一齊。而太平洋戰爭裏邊，吉園成為東京大空襲嘅目標，遭炸為平地，只係留低幾棟石屎嘅大廈。二戰之後掀起咗女性人權運動，
基督教女性團體教風會同埋議員發起咗反對賣淫活動，結果於1956年成立咗賣春防止法。2年之後嘅1958年實施，為由日本橋時代原吉原起340幾年嘅歷史告一段落。有男性存在嘅一日，黃色事業並唔會滅絕。由女屋於古時一直打壓喺油國之外營業嘅湯女風女，即係色情浴場。湯女喺幼馬溫泉特輯裏邊都有介紹過，而東京嘅湯女風女並唔係喺溫泉，而係喺淺湯營業。啱啱好1950年代已經流行土耳其浴場。喺日本，土耳其浴本來就係女性幫助入浴嘅男士擦背按摩，漸漸轉變為向入浴男士提供特別服務嘅地方。由女屋面對法律修改，只好轉變形式，紛紛改為土耳其浴場，為浴火延續光芒。喺1980年代，遭到嚟到日本留學嘅土耳其留學生投訴，土耳其浴場被迫要更改名稱，就成為咗泡泡浴。相信唔少觀眾都熟悉泡泡浴嘅運作，唔需要喺呢度詳細介紹。而頭先介紹咗嘅國海路就係大型泡泡浴集團，而泡泡浴場喺名義上只係提供沖涼嘅地方，鋪頭裏面嘅男士只係偶然遇上女士。喺自由戀愛嘅大前提之下，鋪頭係唔會理會客人喺度搞乜嘢。泡泡浴場係個室設計，喺浴室裏邊任客人自由發揮，嚟一場omakase。受東京地方管轄嘅吉原，泡泡浴室嘅門係唔可以完全遮蓋房間裏邊，就好似卡拉 OK 咁樣。而浴室裏邊嘅客人用毛巾遮住玻璃窗，亦都係佢哋嘅自由。店鋪係唔會插手。而家吉原裏邊嘅泡泡浴場都加入咗千速防範健全協力會，嚟保持吉原裏邊嘅秩序，避免治安惡化。根據協會嘅統計，1984年吉原裏邊有180間泡泡浴場，過咗35年，2019年減至147間。唔單止數目減少，提供特別服務嘅女士平均年齡上升，漸漸變為斜陽行業。冇咗政府嘅特別管制，亦冇咗此刻渠同埋大門困住遊女，吉原已經失去咗特別地位。浪漫夜鶯同埋璀璨燈籠只能喺圖畫同埋動漫裏邊揾到。